选的关键时刻，我们都知道台湾最具优势的东西是晶片。尽管川普流口水，我真的好想要，但是怎么样都带不走。尽管 Intel 跟东京威力科创想要偷，但是我们台湾的司法把这个盾牌完全挡在外面，我让你没有办法拿走。而今天有一则讯息出来之后，这是什么？这是军情局。我再说一次。非常秘密的单位军情局，我们台湾军情局有6位的官员，今年5月来到荷兰，但是过程当中你看到原本是秘密交流，里面有行程表，里面有班机的资料，甚至跟荷兰这一方的情治人员开会，甚至连吃饭的照片通通都有，全部被曝光在网络上面，这谁干的？不用想嘛，当然是中国干的。但是今天更凸显一件事情，原来我们除了美国，我们除了日本。原来我们跟荷兰的交流可以这么的深，而且这只是我们交流的冰山一角而已。为什么当今天台湾的事情，日本他要站出来，美国要站出来？现在不单单只有这2个国家，全世界都会站在我们这一方，因为台湾重要，比你我想的还要来得多。所以志总，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一篇，网络上面烧的跟什么一样，相关单位赶快出来，因为它报的太细了，从你的行程表，从你的机票，甚至我们刚刚还在开玩笑说，连吃什么，都完全都被拍的。对，没错。事实上，今天在网络上流传很多照片跟很多资料，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的军情局一个非常神秘的这个单位的6名官员呢，他们今年5月呢到荷兰跟当地的这个军情局的官员进行秘密的交流。交流什么呢？交流当然就包括2个国家的这个所谓军事的互换啊，还有2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我跟他讲，大概主要交流什么？半导体的保密防点。为什么？我跟他讲，台湾的护国神山是什么？台积电。那荷兰的护国神山是什么？艾斯摩尔。艾斯摩尔的资料，中国要不要偷？那我跟你讲，艾斯摩尔跟台积电2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艾斯摩尔的新技术，台积电都会知道；台积电的新技术也会回馈给艾斯摩尔。所以2个国家的情报单位要做的非常的扎实啊。所以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中国会盯？因为中国他要的就是这些重要的资料嘛，他2个都想偷，一定在荷兰有非常多的秘密间谍要偷艾斯摩尔的所有的资料。我跟他讲，这毫无疑问的，但他也想从台湾突破嘛，所以我们2个国家交流很正常。那你看他流露什么？这个班机的资讯，我们坐哪个班机，然后跟哪些何方的这个人员开会，还有参访的行程。你看行程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会议的这个资料，然后同行的这个照片在网络上公开。然后当然了，我们讲这会谁做了？当然就是中国这个情报单位做的嘛。好，那于是你看我们这个网络上的资料，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机票，这个机票还有行程表都这个样子哈。那我们来说的话，这个叫做什么？乡远方案。乡远方案就是我们跟他进行一个交流的这个情形。好，那他掌握到什么程度呢？掌握到说，当时的班机慢半个小时起飞，对，然后抵达荷兰之后呢，一行人从没有实际的接触直接跟对方人员会晤，而是连续3天一次进行观光行程，走遍观光景点。他这样讲啊。但是他完全怎么样？他连半小时他都可以掌握，而且最夸张是他还要黑人家，对，观光行程也要写出来。但是他说到了这个第4天来说的话，跟他们的这个荷兰军情局的 MIVD 进行半天的交流会议哈，然后后来中午要聚餐。你看聚餐来说，你看他还把照片拍出来，然后还点了台湾的人所有的人的这个名字、会长全部都拍得非常清楚。然后呢，5月9号11点呢到机场去，然后他说我们有一个官员因为行李超重还被罚80欧元。你看他把它吃到一清二楚，所以这是什么？显然他从头到尾都在盯我们台湾跟荷兰在进行怎么样的接触。虽然台湾跟荷兰的这个按照他们这个网络爆料，只有进行半天的这个会议交流，但是半天的会议交流恐怕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啊！所以世忠里面更精彩是什么？现在根本是什么？一个谍报战。对，你看到里面他还报什么？他说2025年就今年11月，荷兰的2大情治单位也派了6人小组来台湾。结果要求台湾配合他们渗透2位中国大陆的半导体顶尖人才，一个是晶片专家，一个是力学的博士。是，现在真的是一种荷兰、中国、台湾3方的谍对谍吗？对，没错。你看他还继续爆料，他说不是只有台湾到这个荷兰去，那荷兰11月的时候，他的2大情治单位 MIVD 还有 AIVD 派了6个人来台湾，然后要求他们呢，你要帮我们渗透中国大陆的这个顶尖人才，一个晶片专家，一个力学博士。但讲到力学博士要干什么？我跟他讲，荷兰艾斯摩尔的这个机台里面，基紫外光机很多都是要用到物理力学。譬如说很简单，同步器。
那个同步器的速度要非常快，也非常精准，那个就是物理力学要控制的东西。甚至它打出了光啊，打出了什么，那都是物理力学相关的。他就说，你看，帮我们这个渗透哪2个，然后他还把那个行程都弄出来。你看这个1点半的时候在干什么啊？然后是这个2点到6点要做什么一个状况，这样一个状况好，然后甚至还配合网络爆料。他说什么？他是说，荷兰人在台湾时间了，我们还热情接待，还承诺会配合这个荷兰对中国半导体人才的渗透。然后，身为台湾人，我真的觉得愤怒又心寒。他要弄成一个还装成是台湾人，对。那他说我自己所在单位还要接受荷兰方面的不平等对待，竟然向曾经的殖民者这个鞠躬杯，这是我觉得没有台湾人会写这种话啦。对，殖民者这样子哈，然后换取1次的旅游招待，一半仅有这个一次只有半日的这个情报交流，但是台湾付出代价要联合外部势力。那一同对华人高科技的进行情报渗透，这是我无法容忍。你看，还故意用这种在网络上爆料，对，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你这种笔法，我就跟他讲，这种笔法不太像是台湾人写的，台湾人怎么会写这样子？好，那于是我们这个国安局局长当然就被人家问嘛，说，这到底怎么一回事？他就说没有错，我们现在会溯源去找这个资料到底从何来，但是他说到底是人安的问题，就是有内部是不是有人爆料，对，还是治安的问题？哇，这问题大喽。对，所以他会继续的查。好。那我们来跟他讲，那这原本一开始的这个资料是从哪里来呢？主要原因是这样子的，他说了，这主要是从最早资料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匈牙利侨社所主导的欧洲万事达网散播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看，欧洲万事达网，对不对？然后你看抱团取暖，台湾跟前中祖国荷兰的情搜合作内幕全揭露这样一个状况，对不对？所以我就讲嘛。这显然就是中国搞的嘛！我们之前不是也讲过吗？你看这是什么？陈明通的照片。陈明通2009年不是到泰国去吗？那泰国去出访，还有夏威夷出访被人家曝光的这个状况，还有入境的照片，还有什么通关记录啦，还有饭店收据，全部被曝光。然后这是一模一样的手法，所以就说这其实是谁？其实就是中国搞的鬼嘛！中国一定他不论是用什么方法，反正他就取得这些资料，然后在网络上爆料。爆料的目的是说什么呢？简单。他是要终止或者阻止台湾跟荷兰的合作，或者是说呢，他要让这件事情整个见光死。好，那我就讲，现在不是见光死了吗？整个见光死的时候，你看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就说当时不是这个这个今年11月2大情治单位来，对不对？对。他说，你看当年他外流当天的文件，这完完全全都是原始档案。对，还有这种图是，所以你看他就是我们就说。不论是人安或是治安问题来说，我们的军情局情报单位当然要查嘛。好，那我想，因为现在今天爆出这个料，爆出这个东西之后呢，就你看，原本的这个荷兰经济大臣，他原本要去中国，但是他现在就说，哎呀，我不去中国了，因为他们2个国家就是因为安氏半导体嘛，不是之前的中国文泰科技买了这个安氏半导体吗？就荷兰就把它接管了嘛，因为他这个宣布他不去嘛。那当地媒体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当初要接管？因为他是负责接管安氏半导体的。”他就说，他最早到9月18号知道安氏半导体的问题，也就是说，公司呢准备把这个所谓业务转到中国的计划的时候，他认为这对欧洲的经济安全构成决议的时候，他就决定在9月25号就进行干预，然后还通知英国、美国、德国，英国、德国、美国还有中国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就讲，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确定？你看。中国跟荷兰因为这个安氏半导体已经闹得很不愉快，对不对？因为他质疑是你要密谋构建非中国供应链，那就跟台湾合作，所以索性他就把荷兰跟台湾的把它爆出来，全部丢出来，爆出来。好，那爆出来以后，说我就讲，除了我们这个5月我们台湾去的，那我刚才讲了，今年11月的这行程，荷兰人来的行程，你看他还把这个秘密，他还把秘密讲出来，你看他写很细哦。2025年11月11号，对，到12号，对。台湾的地点在台湾的军情局，好 MIB， 然后你看他就说什么，这个第一天的行程啊，都什么开场致辞啊，然后什么讨论主题什么？解放军新飞行器的研发跟生产，那中国太空攻防能力的这个发展，然后中国在欧洲的这个统战工作，还有渗透这个行动，然后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就是说有关于退休欧洲战斗员呢，这个协助训练解决这个解放军的这个飞行员的这个资讯啊，然后解放军高阶官员过去2年在这个荷兰入境出境的转机记录的清单啊，对，所以你看，他这个等于是说，他说了。我们跟荷兰的这个接触，不是真的在讲半导体而已，还要讲到中国解放军的状况，完全都是解放军。对，解放军新飞行器，对，解放军的太空，是解放军的统战，对，
解放军的高阶官员在荷兰入境，对。所以完完全全都冲着中国来的。对，所以呢，我们在跟荷兰做军事分享嘛，对，那荷兰分享给我们很多资讯，可能是欧盟很多资讯就透过荷兰 pass 来嘛。对，那我就讲，那为什么荷兰要跟台湾这么紧密？我就讲，艾斯摩尔，我再讲一次，艾斯摩尔就是跟台积电完全绑在一起。有台积电就有艾斯摩尔，有艾斯摩尔就有台积电，所以两个国家的半导体其实是绑在一起的，所以荷兰就必须要跟台湾必须要非常紧密的这个结合在一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嘛。如果你今天台积电或台湾出了什么事情，我艾斯摩尔我也不用玩了。对，没错。所以你的事情就是我荷兰的事情，所以才说嘛，所以才说为什么台湾问题现在越来越重要。对，你看日本为什么毫不退让？所以今天英国的外相英国的方向也说，出现台湾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参战。那为什么荷兰要跟台湾合作？因为半导体太重要了嘛，不能够丢掉台湾。所以你看，那当然了，台湾那么重要的时候，你看今天有个新的动作，这个台积电原本它不是在高雄有7座，对，这个所谓2奈米厂嘛，它现在就说，为了满足市场对高效晶片还有先进运算的这个地位，还有巩固台湾半导体的国际领先地位，后值先进制程的技术还有强化发展，我们在竹科。有这个竹科高雄已经有7座，对不对？我们预计在台湾，在南台湾再投3座的2奈米的这个状况，对。然后1座厂可以投资3000亿，总投资金额高达5000亿左右，对。所以等于就是投那么多钱，哈。那于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前阵子这个黄仁勋不是来台湾吗？他不是跟魏哲家见面吗？他说什么？不够，我要更多产能。魏哲家也说不够，就是不够。所以看起来的话，台积电拼命的生产的话，就是为了国际产能的需要。完全出类，直接在南科附近的南科特定区，9000亿总投资，真的用砸下去。好，那我就讲嘛，那你要说台湾只有这个台积电厉害吗？当然不是嘛，台湾有非常多完整的供应链。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艾斯摩跟台湾的这个半导体这么重要？你看啊，这曾经有个报道啊，那。这是《天下》杂志做了一个报道，让张忠谋发火的机台艾斯摩尔第一位驻台的这个工程师，如何在台积电2厂打下江山。他说什么？1989年，一个年仅32岁，就是这一位荷兰的工程师，他带着妻儿来到竹科。那当时的竹科半导体的设备是日上天下，就是Canon，他就不要选艾斯摩尔，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就打下这个江山，所以我才说，从1989年、1990年代的时候。台湾艾斯摩尔这个台积电开始用艾斯摩尔，而且我跟他讲，艾斯摩尔为什么能够打败Canon呢？你知道吗？是因为台积电选择了艾斯摩尔的技术，他认为你这个技术变成未来的主流，所以艾斯摩尔才能够赢Nikon跟 Canon， 所以艾斯摩尔有今天，事实上台积电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从1989年，这个情缘就牵起来，是没错，我信任你，你也信任我，对。那你知道 EUV 的极紫外光机，我们这几天不是在讲罗维人吗 ？EUV 的极紫外光机是什么样？是罗维人当年跟艾斯摩尔一直说弄出 EUV 的极紫外光机的。对，所以我才说艾斯摩尔跟台积电两个是完全绑在一起，这也变成是台湾跟荷兰的关系。我觉得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都还要更加坚固的一个原因所在，就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讲除了半导体之外，你看台湾的。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为大家列出来，简单的就是目前为止的大家都要买的这个 NVL72的这个辉达的这个机柜。好，那你看整机机柜，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供应链好了啦。哈，组装台湾、广达跟鸿海。对，那你看散热台湾跟美国公司，晶片是美国，但是系统是台湾公司。然后这个所谓的整机的这个 monitor 这个部分是台湾公司，然后连接器台湾跟美国。然后不跟所谓这个做相关的这个连接器件，美国跟台湾，你看美国跟台湾，然后这个电源是台湾，对不对？那你看另外一个电源的部分也是台湾，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也是电源的这个部分，你看台湾跟美国，然后怕 TPU， 你看是什么？美国台湾，然后这个所谓这个相关的组装，这个 CPU 的组装还有其他组装，你看要么就是美国就是台湾嘛。所以我跟你讲，你看整个辉达供应链里面。就是美国跟台湾，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逃出去的。是，所以我才说不是只有台积电，还有这么多供应链，弄成是台湾的竞争力。所以我才说嘛，没办法嘛，你每一个环节都全部需要台湾嘛，哈。所以就是说，因为需要台湾的说，所以你看很简单，现在美国在搞一个什么8国联军，你看到他说什么？因为这个川普在今年最后一次内阁会议说。美国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也要领先中国。他说我们要很多，我们在这方面领先中国，要领先很多，他们追不上，我们必须保持聪明。如果我们维持聪明的话，他们永远追不上。
所以他们要做一个什么相关的供应链，就是所需的这个晶片还有相关矿产的供应链。他这是找了8个国家，他们由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国际事务的次卿这个赫尔伯格，他说什么？美国跟日本、韩国、新加坡、荷兰、英国、以色列还有阿联酋、澳大利亚8个国家组成新的8国联军，他们要用可控的 AI 核心的供应链，可控的，对，没错，是在美国的掌握里面。对，好，那我就跟他讲嘛，那这里面虽然没有台湾，但是大家知道台湾一定是这里面的一部分，那没有问题嘛，对，所以我就说，他们目前为止来说话，要这个从什么美国中心的这个战略出发，就要涵盖所有 AI 的所有技术，而不是局限于所谓关键的矿产。所以这个跟前一阵子川普就是签了这个 AI 的这个创世纪行动一样。所以他就是说，你看他要这样子，还要扩大整个 AI 的同盟的一个状况。所以石头哥这样一路看下来，当今天我们拥有了 AI，拥有了晶片之后，我们刚刚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是美国也有事，荷兰也有事，结果刚列的这8国，通通都有事。对啊，所以等于是把8个国家又把台湾跟他们绑在一起嘛。我说真的，把 AI 的供应链同盟来说，没有台湾是不可能的嘛。对，另外一个你看，这个是彭博说什么？他说这个台积电跟 Intel 掀起这个晶片谍战。然后这个比这个 Netflix 的这个影集更加精彩。他当然讲的就是这一次罗威人的事件嘛。那这个彭博把他讲了非常多的故事啊，他又说什么这一次这个罗威人去这个 Intel 造成的影响啊这样。但是他说，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说，他说了一句话 ：TSMC 不是一个人，技术文化高度复杂，我对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好，这简单来说，他还说到什么？台积电过去不是有研发6骑士吗？像蒋尚义啊、梁孟松啊、林本坚啊、杨光磊啦、孙元成啊，还有于振华啦，他们很多人离职，也有很多人到别的公司去，像梁孟松就到这个三星，又到这个中芯去嘛。对。好，但是台积电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啊。那为什么？照我跟你讲，现在台积电已经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偷走技术。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啊，你可能这个一个人可以懂所有技术，但是问题是现在每一门技术，你从什么光刻、蚀刻，每一道半导体工序有大概细的20-30道，细到你每一道都要用毕生来研究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这样子的用毕生来研究，对，已经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了。所以我就说，除非是你从台积电挖走了3-4千人以上，这样一起过去到你的工厂。这样或许真的有技术外流，或者说整个技术会流到你的会被你训练出来的压力，但问题是没有这样的情形。对，所以我才说，你看 TSMC 不是一个人，技术跟文化高度复杂，我对其发展充满信心。而且我跟他讲，不是只有人的因素，还有什么？还有设备。我跟他讲，就算我们这些人被挖到美国去，被挖到中国去了，你没有艾斯摩尔的机台也没有用。那日本的这个材料没有给你，你也没有用。或者说这个韩国的 HBM 给你，你也做不出所谓的 AI 的晶片，所以才跟你讲，这个半导体供应链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为什么美国要找那么多国家一起来组合起来？因为现在的半导体不是你一个企业在玩，是很多国家在玩。很多国家在玩的时候呢，现在美国的方法就是我用打群架的方式跟你中国都要自己蛮干嘛？对，中国半导体也要自己干，然后你的这个 AI 也要自己干 ，OK。所以为什么川普会觉得说，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赢过你，中国会追不上美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半导体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中国想的那么简单而已啊。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到，今天这个网络的爆料出来之后，这太细了，里面行程表、机票资讯、原始公文，很多张的照片，不得了了。就你说，不单单只有台湾跟荷兰。你说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台湾现在已经全世界都有人在那边进行秘密交流了吗？对，长期以来本来就有了哈。那我们这一次来讲的话，刚才世聪讲没有错，这个可能跟安氏半导体的概念是比较有关系的。对。那为什么哈这个荷兰这一个事情哦，其实它里面的文件释放出来，大家可以看哈，东西是有真真假假哈，假假真真啊，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对岸来讲的话，刻意要去操作的一个事情。那刻意操作的目的啊，其实就是一种认知战。对，它的认知战的概念就是让你们台湾内部来讲的话，引发出一种就是啊，这个军情局在搞什么鬼啊？然后军情局也浪费公帑啊，弄纳税人的钱啊，怎么去那边吃吃喝喝，来采购啊，干嘛之类的。事实上来讲的话，它是目的要达成这样的目的。然后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警告你说，你的所有的行程我都盯上，你的所有的相关文件我都手上都有。对，问题来了，谁给他的？然后再来是。他怎么盯的？所以像他们如果按照这种照片照出来的话，按照那个方向
旁边隔离对邻桌坐的哪是什么人？其实说真的，包含连荷兰方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都应该要知道才对。这很奇怪，这是第一种角度。来，我们看到第一种角度，这第二种角度，这是第三种角度。人家在你吃饭的时候，3个角度你不会没有发现呢？对，所以一定是也很奇怪的人，而且不只是这样的人而已，包含说他也连把车牌都秀出来，对然后就连到机场，因为你超重被罚了80欧元，这个事情还包含收据都把它秀出来，所以这些事情来讲的话，不是那么单纯，只是说一个跟拍的概念而已，是一个。在情报体系当中，这个情报体系我讲哦，是3方的情报体系，有荷兰方的情报体系，有台湾方的情报体系，还有中国大陆这边的情报体系。你照道理讲哦，如果他早就拿到这些资料，他照道理讲，他的大使馆还有他的外派人员哦，要先去挡。你不挡的话，你让这些事情发生，你让他们见面还吃饭呢？吃饭之前他们有一个会议啊，一定是有的啊。所以你让这些事情发生来讲的话，他就失职喽。对，所以他一定是先把他挡啊，挡不住嘛。为什么挡不住？因为台湾跟荷兰之间好来好去，关你中国什么事情？所以中国你挡不住的情况之下，那你现在又刻意把这些东西放出来，所以呢，其实我们说不定早就也知道说早就被跟拍了，对，早就有这些照片了。那你要放你就放，更加说明我们跟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讲，我们事情带回来之后只能这种机密的处理或怎么不能讲。我现在只是冰山一角，告诉你说，你跟了，好，我就将计就计，就把它放出来。所以计中计，谋中谋，我认为啦哈，因为情报体系没有那么简单啊，它其实有涉及到很多，到底你要拿到什么样的东西。对。那今天来讲，我们军情局到底要什么东西？而且这不是只有军情局的事情而已，因为我们的8大情治系统当中来讲，军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对。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有人提到说，在这个文章中提到资料是内斗非常多吗？还是什么的？有人提到说是军情局里面内斗，但我不认为是不是内斗。其实它就是目的就是要扰乱你的讯息量，扰乱你的讯息量。所以你知道上一次阿通那个事情，我知道的结果是连泰国方面都很不爽。为什么呢？今天你以为说泰国情报部门跟那个中国合作，然后把陈明通的那些东西照片弄出来吗？对。其实我告诉。当时来讲的话，其实后来我们有去跟泰国方面的了解一下的时候，在泰国相关的情报部门对这件事情来讲，他们对中国非常不爽。所以你反而因此什么搞乱了中国跟泰国之间的情报合作关系。对。那以后你泰国也会跟中国防着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搞？大家本来在来来去去不是都很自然的事情吗？对。所以接下来荷兰会非常不爽，而且整个欧洲的情报系统整个会动起来，到时候说不定把中国的情报人赶出去啊，端掉了也不一定啊，因为要小看这个事情，很多情报人员无缘无故可能在海外就不见了，人就消失在世界上了，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国正，我们刚刚特别讲到。台湾2奈米的技术真的是，或者是晶片技术独步全球，这是为什么？台湾一有事，日本、美国、荷兰基本上全世界都有事。今天我们可以来合作，但是你只要踩到我们台湾的底线，想要偷我们的东西，我是会跟你翻脸的啦。你看到东京威力科创到 Intel 这件事情，今天台积电这种就是要守到底。但是今天最好笑的是什么？原来。罗伟人的2奈米事件，原本台积电可能还没那么快要动手，想说罗伟人，那你就回来，我们好好讲一下。结果没有想到，引燃这一把火的，竟然是陈立武。陈立武的一句话，台积电翻桌了，不爽了。没错，台积电真的要跟英特尔上演间谍战，而且要追杀它到底了。为什么台积电要提告？现在彭博告诉我们大家一个真相是，原来这是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的荣誉奖——罗伯特·诺伊斯奖颁奖典礼的时候，颁给了刘德英跟魏哲家。对，那这是台湾公司以来第2队，然后第3队得奖了。上一次就是张忠谋，再来就联发科的蔡明介，也代表这世代交替，我们台积电非常成功，所以这是非常荣誉的事情。也就是说，所有的半导体人都会看这些事情，就是奥斯卡在颁奖的时候，大家讲的是荣誉跟荣耀的事情。结果，你知道陈立武出席，英特尔 CEO 陈立武出席的时候，竟然在台上分析讲这些事情，竟然这些疑虑根本不成立。他没有把台积电的员工的重要资料带过去，
你竟然为了钱、为了利益，连荣誉也不要，而且在这么重要场合，全世界最重要半导体场合，你们讲这种话，就真的把彻底台积电惹怒了。你到底这个人有没有荣耀？你完全只是为了钱嘛？所以11月20号颁奖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每天都来谈说，罗威人到底带了多少资料过去，还参加了多少活动？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台积电隔了5天之后，也就他们2个拿完奖回来之后，就马上告诉他的法务长方淑华。就正式对英特尔的罗威人提告。对，当然接下来就是我们会看，因为台积电已经提告了嘛，所以国安团队检调会跟昨天告了东兴威力科创之后，因为我们第一次告外国公司对，所以接下来就是下一个就英特尔的陈立武跟英特尔。今天台湾的检调可以对东京威力科创来出手，你 Intel 不要觉得你没有事情。我现在就是先杀给你看，下一个就是你了。所以从时间看，他真的是不讲荣耀，只为了钱。你看到他是3月18号接任英特尔 CEO 的，再来罗威人7月27号就退休，其实只有4个月的时间，马上转任英特尔高阶主管。这个如果没有英特尔的董事们的同意以及 CEO 同意，是不可能做到了，也代表说，他只用4个月的时间就说服了罗威人，然后也安排他的职位，因为没有在高阶主管这么重要，高阶主管这么短的时间，而且很敏感的是，那时候罗威人退休的时候，其实东京威力科创的事件已经爆发了，所以他已经开始在侦查了，所以他离开的时候，10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检调现在公布出来，他是走的匆匆忙忙，不是游刃有余，因为他的房子来不及处理，还有他20亿的台积电股票还被检调扣着，代表他其实只是把他账户的钱清掉，赶快离开台湾，但这个很明显是有预谋了。那我们接下来谈，陈立武为什么台湾要追杀他到底，要开始准备对英特尔这家公司可能会提告了。我们来看他资料。陈丹尼布当然是在马来西亚华人，但是他创造了非常多的中国公司，所以他在中国有一个名号叫什么？你知道吗？中国半导体的推手，关键推手，最懂中国市场的 CEO， 这么厉害？当然很厉害啊。对。可是你要想，他开了这么多公司，也是在中国半导体偷拐抢骗最严重的时代，他都是里面最重要的扮演一个关键的资金提供者的角度，或引进相关的技术，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些名字嘛，我们来讲名字出来，中芯国际、华润微、中微公司，还有新源啊，我等一下来特别跟你讲新源故事，你知道吗？他当中芯国际，中芯也偷过台积电的资料嘛？对，他当了几年？他从2000年就开始当中芯了。当了18年的董事，那中芯最有名的事情是什么？挖了大量台积电的员工、主管，偷了台积电的技术，还被法院告。他这段时间都是中芯的董监事，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什么？你知道吗？中国的晶片的创投教父。为什么这么说嘛？我们刚才不是列了一大堆名字嘛，哈，包括中芯国际那个我就不讲了。好，他也曾经他的华登也曾经投资一家公司叫展讯，做 IC 设计的公司。那这家公司想要做手机的晶片，结果干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在2013年的时候，挖走台积电的手机部门的大将叫做袁定文，这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事情。挖了他也就算了，挖了台积电，联发科200-300个员工，被戏称为这家展讯叫做小联发科。他这么狠，就是投台湾的技术。陈立武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在中国推动中国晶片产业的成长。好，再来，刚才不是念到一个新源公司吗？对，我们把新源公司来拿出来讲好了，也是他投资的华登投资的公司，做的是 IP 服务。结果这家公司长期在台湾怎么样？违法营业，结果最后起诉成功了，还告了2诉哦，2审，结果判8.8亿。你看犯罪所得有多大？8.8亿把它没收。所以他到底是谁？最懂中国晶片，你也可以讲他最懂市场，也最懂得中国人么偷人家的技术、玩人家技术嘛，才发现对英特尔来一个狠角色，最懂市场，可是他也是完全玩中国那一场嘛。你看展讯是这样，新源是这样，中芯是这样，所以也可以讲说他是窃盗集团的关键推手与投资方嘛。对，好，他现在又对台积电也下手。我们知道台积电先进封装 CoWoS 做得很好，结果他现在竟然要跟艾克尔这家跑到韩国仁川一起合作，目的就是要抢台积电先进封装的订单。每一样都瞄准了台积电有的业务啊。接下来又跑去他的老家马来西亚，跟安华见面，说要投资70亿美金做先进封装的晶片厂。所以一边怎样，一边模仿中国那个套路嘛。
跟当年挖联发科一样嘛，现在变成在挖台积电的高阶主管嘛，所以陈一鲁现在看起来，真的是每一项都针对台积电来了。这彭博公布了，过去的一段时间，台湾的薪水，台湾跟韩国薪水成长45%，台积电的员工其实拼命的在加薪，为什么要加薪？怕被挖角嘛，所以薪水其实从2019年的平均214万到357万，如果以一个台积电10年的工程师来讲，薪水已经成长45%的话，对，已经到500万左右，一年可以到500万。对，而且做1个月领1个月嘛，发15个月的奖金。韩国同样也被挖角挖得严重，所以为什么2奈米很重要？为什么要跟荷兰密切合作？韩国也是发15个月薪水，而且他的薪水在韩国已经很少见了。不过这其实还是要检讨台湾，为什么有人要跑了？美国人就把它拿出来比较一下，结果他们说，其实台湾刚才我讲500万薪水，大家是不是很羡慕嘛？对，其实它只是 FANG 00757，就是美国最5大的科技公司的巨头，他们的应届毕业生的起薪，就是大学生毕业之后1年就是500万。过去我们经常讲，来台湾就是20倍薪水，甚至直接把台币变美金。就是你在台湾领500万，我就给你500万美金。对，还是有这样挖。什么概念？真的假的？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2奈米，除了法律之外，我们对台湾的员工也要好一点。宇轩，现在不单单是荷兰气、台湾气、日本气中国，现在中国人民自己也很气。中国这么在干什么吃的？你看到这个人，这个人是谁？新冠疫苗之父，叫做杨晓明。结果今天中国发了一个什么？中国科协说，关于撤销杨晓明、徐所获奖的这个奖励的公告，这个人是当时 COVID-19 的时候，新冠疫苗的时候，所有中国人都是打这个疫苗，打这个疫苗，就你现在把他的这种全国创新的奖项给拿掉了。那我们不就是白老鼠吗？眼见他楼起啊，眼见他楼塌造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说，当时新冠疫苗这个杨晓明啊，在全国创下我们讲广大的知名度，甚至呢，中国把他吹上天，捧上了像是神一样。他是神，因为他拯救了中国14万人口的性命。所以呢，但如今突然跟你讲说，他过去曾经获得的奖也要撤销，甚至传出说，在今年3月的时候有人要把他判所谓死刑的那个消息，所以你对比过去这些我们讲奖励最优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不胜唏嘘，连他的人大的代表相关的资格呢都被撤销，那代表一个概念：中国在疫苗这件事情上，恐怕呢定性定调有大变化，所以必须要由杨晓明这个来去承担，因为你看哦，在他过去获得的奖。2020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疫情期间，先进个人我们讲抗击新冠肺炎，以及被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授予央企楷模，还被中国免疫协会说是杰出学者，代表那时候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嘛。对。但是各位你仔细想想看，就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当时应该要10年才研发出来的疫苗，他说他98天就把这个东西呢给弄了出来，而且呢，距离上市再快也要5、6年，他把它去大规的打到了中国人民身上，而且不是只有1剂哦，是1剂、2剂、3剂。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整个氛围跟风向反转了。中国民众怎么形容科兴的？比如说呢，你做了一件蠢事，他就会跟你讲说：“正好，你是不是打了3剂科兴啊？刚打完嘛，特别好。”所以我难怪我这么傻。对，他们科兴已经变成一个负面名词，甚至你看哦，有网友发明这是什么？科兴疫苗观影症。他在嘲讽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打了科兴可以去换电影票，而且看的电影是什么呢？就是袁咏仪她老公之前演的那个张智霖哦，还记不记得叫做“终结3计划”？就是呢手动 AI 鱼雷，然后把鱼雷丢到船底下，然后鱼雷会往前钻的那个。他说你打了科兴，你就可以去看这一部。他在形容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你这个小伙是傻子嘛？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开始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哭手的哦。这什么东西啊？打了3针后就爱看这种。我跟你讲，这种是什么？他说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然后你看到这个女生，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很眼熟？我跟你讲，她的剧情上啊，就有个女子好像在唱京片，说爷爷，哎，我才不是小燕呢啊，就开始在那边载歌载舞，就感觉很像什么印度加中国传统戏。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他说打科兴的人专看这个，免费看这个，所以他就是把一些很传统中国自己都觉得很丢脸的东西拿来做形容嘛。甚至你看哦，喷子说2020年你不打3针科兴，你一定脑子不好使。2024年你看哦，就代表去年中国风向已经开始变哦。你这么傻，一定是打了3针科兴。所以代表说，他们对于整个科兴已经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反感。现在是中国人民他们最想问的是，那我当初打这么多，我到底打了什么进去？我就是白老鼠，我就是笨蛋，我就是傻子。所以他跟你交代嘛，把杨晓明开掉就是交代。但
但是问题是杨晓明他是为了他自己吗？不是啊，你看哦。最近开始科兴哦，大家在讨论到他之前分论的事情，那根本不是分论，各位，那根本是解散等级，好不好？清算来，我们分到了3针，就是我们这些白老鼠让他发大财，他们分走了530亿人民币。结束上市，公司准备退市，我们每个人挨了3针，结果呢，该得还是得，该病还是病，然后这家公司科兴穷得剩下钱，结果我们呢，我们到底剩下什么？所以你知道啊，连官方都开始实锤说。国药集团原总工程师杨晓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对，他只有写严重违纪违法，好像只是杨晓明一个人错。那中国打了这些烂疫苗，大家的生病，中国政府叫他们做这件事情，完全都无所谓。他们的人就开始质疑说。啊，那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打的东西都是这些犯罪分子手上的，然后这些疫苗都是假的吗？你根本没有把它讲清楚，因为你讲的很像是他贪污，但实际上到底是他贪污还是疫苗做的有问题，不知道。但我跟你讲，这些东西都是有提前有风声的。对，因为2024年那个时候，科兴突然间就已经窜上话题，也就是中国网友开始恨透科兴的时候开始。他跟你讲，第一个，他疫苗不做了。什么意思啊？原本蓬勃发展，还说要去 Nasdaq 上市的公司，现在跟你讲说疫苗不做了，然后过没多久之后，发表一个很奇怪的消息，4月份，今年4月喽。对，他4月份他说什么？他说每股分红呢要派发来55块，不是台币，也不是人民币，美金呢。我没有看过这种每股发55块美金的，所以他等于说把他公司所有的剩余价值跟他的我们讲残存价值全部都清扫出去，才有刚刚那个来530亿人民币，才有这个数字嘛。那结果你知道被谁分走吗？有一些大股东，有些原本存在的股东，还有一些是外资。然后最后面呢，当钱分完之后，他跟你讲说，哦，我年度报告2024年每年都要交的年报。他连交都不交，那纳斯达克直接警告他说：“你这样会下市哦。”他也摆烂不管，甚至是呢原本帮他合作的这种会计呢，你知道吗？会计师说什么？接他案子、接他 case 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完成，财务有重大缺陷。换言之，这个时间点你就知道科兴已经要变暴雷了，他所有的事情都要清缴，然后等着人也要人头落地，就准备要去大撤退嘛。你想想看，当年2021年的时候要赚多少钱啊？第1针、第2针、第3针，那时候中国政府是强迫他们人民必须打，你就给我打，赚了2650亿台币。就现在呢，到了我们讲的2024年的时候，直接营收开始我们讲的负暴跌146.68%。所以讲最可怕的是这边。科兴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中国人民的心头大患，觉得说当时这个东西一定有状况，一定有问题。结果呢，把钱分完之后，装作拍拍屁股都没他的事。但各位啊，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贪官污吏始作俑者在背后允许的话，科兴有办法这样只手遮天，有办法强迫中国人民这样打下去吗？所以理由很简单，真正赚到钱的人早就已经呢躲在后面呢，完全安然无事。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